嗨，大家好，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不知道大家看着这个熟悉的车窗角度，窗外的北海道路景，会不会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呢？经过了漫长的冬天与什么都没有的春天，单体总算是等到了能够远行的北海道夏天。这趟难得播出了3日的假期，想要弥补一下去年因为接案而没能成行的道东之旅。坐标带广，剑指川路。但没想到和去年一样，我们预计于带广下榻的露营场，因为熊出没的关系，就临时关闭了3天。于是单体的预约又这么的被取消了。难得有机会出游，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像去年一样临时打道回府了。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应该都还不错。该往何处前进呢？既然决定好了绝不回头，该怎么临时改变行程，就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思量了一下，既然是因为熊的关系导致我们的据点没了，那不如就顺水推舟一下，朝着熊的国度继续往东前进，好像也是个蛮不错的选择。突然有一幅风景闪过了单体的脑海，好，那就决定是它了吧。调整了一下旅行的思路，把原本计划好的据点式露营之旅改成不断前进的北海道绕圈之旅。今日我们将直接越过带广，在川路简单的住宿1晚之后，目标就是那北海道远得要命的王国知床半岛。好，那我们就是开了500公里啊！我们现在在川路，要去吃饭了。明天早上见。扭过马路。我觉得好像之前是这样。现在大家真的要停下来等牛过马路从川路到知床这条路线，单体在12年前曾经走过一遍，当时是由协理经由国道391，穿越了魔州湖与川路湿原，最后到达川路。虽然收集了北海道3蓝之一的魔州蓝，但没能体验一下著名的知床横断道路，可说是单体对知床半岛的大大遗憾。虽然比起国道391路线前往协理，从罗臼登上知床横断道路要多绕约1个多小时的路，但既然又要踏上这块远得要命的王国，那不如就花点时间来补足一下这个遗憾吧。沿着中标津的道路一路往大海前进，到达标津时，一阵阵浓雾飘了过来，霎时间就被白色的雾气所环绕。12年前的记忆一下子也如浓雾一般不断涌现。当时单体其实也是有打算从羽登里翻越知床横断道路前往罗臼一探究竟，毕竟道东绕行要走一定就要走最大圈的。然而计划永远都是追不上变化的。当时虽然羽登旅测天气相当不错，但随着坡度不断爬升，神秘的白色雾气悄悄的、紧紧的将你围绕起来。当车辆驶入知床卡的时候，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能见度真的是下车走1圈，大概就会迷失在这白色的湿气之中。当时单体还只是个刚拿到驾照没多久的小萌新，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北海道，说什么也无法鼓起勇气往那片无尽的白给它开进去，所以只能无奈的退回协理，另觅他进了。抱着同样担忧的心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进。
这次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一窥这条道路的真容呢？没想到物随心转，当丹提到达罗臼时，雾气竟然就一扫而空，视野的距离还相当的不错。于是我们就可以抱着期待的心情，踏入这个远得要命的王国。支床横断道路，横跨于支床与登吕与罗臼之间，标示为国道334，总长约为27公里左右。其中的最高点支床卡标高为738公尺。道路于1963年新建，费时约17年的时间，直至1980年间才完工。沿途道路蜿蜒，两旁是支床未经任何开发的原始森林。当登上高点的时候，便能一边眺望山下的大海与远方的国后岛，一边又能欣赏罗臼月的英姿，风景让人赞叹。且此段道路除了制高点支床卡外，没有任何的人工建筑物，仅有一条车道徜徉于原始的自然间，举手投足都充满了支床的味道，是公路旅行者口耳相传的大人气道路。不过，因为大雪及冰封以及容易发生雪崩的关系，这条横断公路每年于11月至4月间都是属于封闭的状态。即便是5至10月的期间，也会因为支床半岛特殊的气候变化，有可能会临时管制封闭。一年可以通行的时间短暂，是全日本可通行期间最短的一条国道。而如果要目睹横断公路中优美的风景，由于半岛的特殊地形，常常会有浓雾聚集，要能拥有完整的展望视野，更是非常不容易，真的有种幻之道路的感觉啊！不过，身为只要打开相机就能够放晴的录影情男，这次还是有正常发功的。记录开启，整段道路的美景尽收眼底。虽然有点可惜，缺少了一点蓝色，但可以完整走完整条横断公路，清楚地感受了支床的原始之美，也是补足了丹提12年前的遗憾了吧。翻越支床卡，沿着绝迹海岸的视野一路下行，我们来到了支床半岛另一侧的雨登吕，也即将到达今晚预计下榻的民宿浪躺航登。而丹提那12年前记忆中的风景，就藏在这间小小的民宿之中。我觉得怎么它外观好像，但是我努力念过，它以前不会长这样，它我也觉以前没有，得它以前好像不是。它以前没有这个网子。推开大门，应该是股烧鱼与煮鱼的味道。民宿的主人依稀记得是一位阿嬷与她的应该是儿子吧。阿嬷负责柜台，儿子负责餐厅的样子。
果然，在柜台中的是位阿嬷，听到我们是台湾人，她有点紧张的说自己不会讲英文。不过在单体表示日文没问题之后，她就放心的攀谈起来了。虽然丹弟已经记不得12年前 check in 的场景，但我想那时应该是种手忙脚乱的温馨感吧。搬着行李上楼，推开房门，是间日式的小房间，柜子里放有日式的寝具，需要自己简单的铺个床。这对做过饭店业的丹体，不但不会麻烦，反而有种回忆人生的感觉。房间内没有什么备品，简单又干净。打开窗户，让海风涌入，顿时就有了夏天的感觉。走下阳台，眼前的这片海湾，跑了600多公里，就是为了再看一遍这个场景啊！坐在阳台上回忆了一阵，楼下的余香将丹体拉回了2023年。桌上的半只毛蟹、螃蟹汤、干贝刺身与烤干贝，我想与12年前应该是不一样的菜色吧。但不论如何，晚餐的确超值，饭菜美味丰富。更棒的是，餐厅窗景外海湾的陪伴，伴随着渗入缝隙的海味。如果轻轻挂个风铃，应该就是日剧或动画中那种乡下夏日海湾的气息了吧。夏天的北海道，天黑的晚。今日日落时分为7点20分，可说是与晚餐做了个完美的衔接。看着我拿着相机脚架，坐在大厅椅子上等着夕阳的阿嬷，说着今天虽然会有云，但还是能够看到红色的夕照哦，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果然，就如在地人所言，傍晚的太阳突破了海边厚重的云层，在落入地平线的前一刻，露出了火红的姿态，赤红的余晖在海面上拉成一条耀眼的红线。12年来，海湾依旧，阳光也同样的在近乎相同的时间落入海面。不同的是，望向西方的人已经变成了北海道的老司机，留在柜台资料卡中的住址也换成了日文。时光荏苒，就用一杯载满气泡的啤酒进眼前的光景与时间吧。早晨在海风中被海鸥叫醒，这点丹体倒是挺印象深刻的。趁着早餐时间，丹体也稍微介绍一下这间民宿吧。民宿位于羽灯旅，是知床观光住宿的重点区域，离知床五湖等各大景点都非常的近，去会方便。不过附近因为没什么超市，便利商店也蛮早打烊的，所以如果要矿泉水以及一些夜晚宵夜的话，建议要在协理补给后再进来。民宿的房间不多，只有一间有阳台，全部都是雅房。
2楼及1楼都有共用的洗手间以及盥洗区。浴室为家庭大浴场的形式，不是温泉。那如果你想要泡温泉的话，可以跟阿妈说一下，她会很乐意的推荐你去附近的温泉旅馆。基本上民宿没有备品，不过浴室有沐浴品跟提供毛巾啦。但保险起见，建议盥洗用品还是自行期待会比较好。整间民宿充满了榻榻米与海洋交织的夏天风味。另外，有人说因为民宿没有禁烟，会有烟味。丹提算是个对烟味敏感的人，做了2次，倒是都没有闻到，也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次为了一幅回忆中的风景，我们踏上了在12年前走过的路线，移动了600公里，直到闻到当年的味道，望向不变的海湾，再听着不同海鸥的啼声，感觉很奇特，好像能够站在不同的位置，看着过往的时间段，那个与现在不同的自己。在一趟旅行中，全新的探索固然是让人兴奋，但偶尔插入一点回忆，好像也能让自己重新审视，而有不同的视野。这种追寻记忆的心境，在这趟有点赶的公路旅行当中，反倒却能够细细品味，着实有趣，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回忆之旅，是否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呢？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喽，拜拜。会员宣传时间，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 B 下面棒。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放心，绝对不会爆炸，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